叶维认为黄昏变了，置身于佛界家让他产生了不必要的感情，从而丧失了间谍该有的锐气。他看到黄昏这个样子就很痛心，但就算黄昏变成捅刀人就会缩回去的玩具刀，他也很喜欢，所以他必须要从约尔的手中夺取佛杰夫人的宝座。叶维将资料拿给黄昏，借由能源产业致富的资产家坎贝尔，同样也是远近闻名的古董美术品收藏家，他收藏了数百万元的画作，向阳处的贵妇就是他们此次的目标。这幅画作的原主人，东西战争时期东国的情报官艾利克，他曾表示有一份没有公开发表过，埋葬于黑暗之中，会再次成为战争导火索的秘密情报。塔卡里斯文件，据说其中记载着东国的人体实验记录，或西国虐杀俘虏的真相。这份文件作为薄冰下的未爆弹，原本它的下落也会永远隐藏在黑暗中，但根据情报来源，文件的隐藏地点的线索就藏在那幅画中。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抢先将这份文件回收，无论是对东西国哪一国不利，内容一旦被公布，都会成为煽动对立的主因。画作和其他美术品一起都存放在坎贝尔家的地下室，但是那里戒备森严。他和保安局有联系，潜入会有相当大的风险。当然，叶维早就做好了对策。以坎贝尔为中心的黑暗网球俱乐部成员所举办的地下网球赛坎贝尔顿，是聚集了财经界大人物和地下世界居民资金流动的庞大非法赛事。球赛基本由名人聘请的网球选手来比，一般人付出高额的参加费也可以参赛。最重要的是，冠军可以从坎贝尔的众多的美术收藏品中挑选一样作为奖品。叶维的方法就是和黄昏假扮成夫妻网球选手来参加比赛，只要打赢比赛就能完成任务，没有任何风险。这个佛尼夫妻档私心有，而且非常多。他们的对手是曾经称霸过大满贯的退役职业选手沃尔森和鲍勃组合，而黄昏的球技只是临时抱佛脚和老婆孩子练的。叶维表示黄昏只要蹲在角落看就好了，他会一个人收拾掉所有对手。叶维想的，到时候前辈就会发现他才是最适合佛杰夫人的人选。黄昏听到的，你个菜鸡不要拖我后腿，我急着立功。任务前他还被特意嘱咐过看着叶维不让他乱来。黄昏只觉得好麻烦，新人夫妻对战退役选手，这一场的赔率高的吓人。沃尔森和鲍勃也完全看不起他们，什么比赛他们单方面碾压罢了。结果刚开局，黄昏以及凶悍发球教他们做人。叶维惊讶，用临时抱佛脚的球技秒杀职业选手，不愧是他喜欢的前辈。发现在黄昏那里讨不到好，两人瞄准叶维发球，叶维反手一记多变球赢下一局，就连黄昏都忍不住夸赞他。叶维狂喜，他要瞬间秒杀敌人拿到冠军，这样他就能和黄昏组成人生的双打搭档了。在爱的力量下，叶维将对手狂虐到怀疑人生，外行夫妻打爆职业选手获得胜利，成为了这次比赛的超级黑马。而他们第二局的选手却出了大问题，约尔和阿尼亚在公园练习网球，不过约尔却显得心不在焉。黄昏参加地下网球赛，对面的借口是和工作伙伴比赛，约尔忍不住怀疑起了黄昏和叶维的关系。万一黄昏出轨和叶维在一起，他岂不是要过上之前一样提心吊胆的生活？要不干脆把人宰了。约尔纠结的原地扭动，阿尼亚拍拍母亲，让他不用担心，父亲一定会赢得冠军，带着豪华奖品回来的。约尔想想也是，毕竟黄昏样样精通，无论遇到哪种对手都能直接干掉。而此时的黄昏正面对的是明显不正常的肌肉壮汉博威克兄弟。叶维忘了告诉他，地下球赛可以使用任何犯规技巧，只要能赢得比赛可以不择手段。博威克兄弟就是用了类似肌肉强化剂的运动禁药，有着能将铁丝网扯断、徒手捏爆网球的究极怪力。兄弟俩对着黄昏一顿嘲讽，叶维脸色一沉，直接将对手打到不能自理，敢当着他的面侮辱前辈，罪该万死。之后由于叶维施展了超出必要的绝招炫技，夫妻组合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晋级到决赛。决赛开始之前，两人被带到房间里稍作休息。决赛的对手是坎贝尔的一双儿女，虽然只是高中生，但从小就接受了网球的英才教育。既然他们的父亲是主办人，就要考虑在背后动手脚的可能。黄昏觉得还是谨慎行事的好，但叶维并不在乎，他要赶紧拿下比赛，顺便拿下黄昏。突然黄昏上前握住他的手，叶维再次狂喜，难道前辈要在这种地方？结果黄昏只是提醒他别逞强，他都已经伤痕累累了，敌人不是省油的灯，希望叶维能沉得住气。叶维一把甩开黄昏，这点小伤根本没什么。黄昏露出不赞同的目光，他已经见过好几个伙伴因为急于行事而死了，间谍一旦失去冷静就完了。黄昏明明说过他们间谍只是消耗品，现在却又在担心他，怎么能让他不喜欢？叶维阴沉地盯着黄昏，试图表达爱意，然而到了黄昏眼里，就变成了因为对他的做法不满而在生气。叶维暗自懊恼，他居然把黄昏的手甩开了，前辈的余温让他的手麻麻的。等一下，麻麻的。叶维突然意识到不对，房间里正在释放无色无味的毒气，怪不得那对兄妹的对手状态都不对，原来在比赛前就被下毒了。房门从外上了锁，考虑到外面有人监视，黄昏决定先伪装成中毒的样子，通过闭气尽量减少毒气的吸入。网球赛决赛即将开始，坎贝尔兄妹对决佛尼夫妻。因为夫妻档之前的精彩表现，大家都把注压在了他们身上，而这正合了坎贝尔的意，他拿出1000万赌自己的孩子获胜，毕竟都让对手吸了整整10分钟的毒气。夫妻档因为中毒状态不好，而兄妹俩的球拍一个装了喷射机，一个装了伸缩鞭，在这种作弊装备下，黄昏和叶维痛失第一局。不过一局过后，两人体内的毒素都代谢的差不多了。第二局一开始就再次展现出了超高的球技，
见毒素奈何不了他们，坎梅尔再次使出了其他手段。叶维正准备发球，突然脚下一空，失手将球打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的脚下居然还藏着这样的机关，但黄昏可没打算因为这种无聊的手段就将冠军拱手让人。叶维想起了自己的初心，他就是因为崇拜这样的黄昏，才会想要追上他，和他并肩同行。尊敬变成了爱慕，他的梦想变成了自己的梦想。这次的比赛，他们要一起获得胜利。